随着华为5G 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的发布，人们纷纷猜测，拜登政府将通过加大制裁力度，进一步收紧对中国技术发展的限制。但在之前的措施明显失败后，他能做些什么？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表示，现在是时候结束美国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出口，明确表示，任何藐视美国法律、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都将被切断与我们的技术联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他的8位同事于9月14日致信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副秘书长埃斯特维斯，表达了他们对华为智能手机7纳米芯片的共同关切。信中写道，由于在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中，美国原产技术无处不在，这些报告表明这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麦考尔等人建议对华为和中芯国际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并对其高管提出刑事指控。这封信的所有签名者都是共和党人。美国加州一家专门研究半导体供应链的研究和咨询公司高管迪伦·帕特尔写道，很明显，出口管制正在失败。美国商务部设定的标准最终没有阻止中国突破去年秋天设置的壁垒。帕特尔建议西方国家对中国做出一揽子可能的回应，涉及前端设备、化学品、先进包装和知识产权许可，这将完全排斥中国。具体来说，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出口光刻机、光刻眼膜、光刻胶、蚀刻气体和其他化学品，以及限制为现有设备提供服务。香港亚洲时报称，这些加强的限制是否会使中国无法生产先进的芯片，令人怀疑。比如由华为子公司海思设计、中芯国际制造的7纳米麒麟9000系列芯片，这些芯片为 Mate 60 Pro 或其他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提供动力。目前向中国出口 ARF 进入式光刻设备受到了荷兰和日本的限制，但中国已经购买了许多这样的机器。而且正如 Mate 60 Pro 芯片所展示的那样，中芯国际的工程师们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机器。EUV 系统是最先进的光刻技术，对于生产5纳米及以下的芯片至关重要。自2019年以来一直受到限制。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外延芯片和蚀刻、清洗、沉积、退火、计量和相关设备的出口也受到限制。亚洲时报认为，但中国也进口了许多这样的设备，并已开始制造自己的外延芯片。对于中芯国际和其他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公司来说，最新的制裁措施可能不会阻止中国在未来2-3年内扩大生产。这是基于中国进口的大量半导体生产设备的猜测。这些设备占近年来全球销售总额的大约25%。这家香港媒体认为，中国非常清楚制裁带来的危险，并已采取积极行动来减轻这些风险。在尽可能多的进口先进设备和材料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全力以赴地生产自己的产品。据报道，上海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其首个28纳米深紫外光刻系统，该系统可以制造28纳米芯片。中国企业正在生产半导体所需的一切，他们的产品质量可能低于进口产品，但质量和数量每年都在提高。亚洲时报预测，如果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外国供应商最终可能会失去整个中国市场。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可能不会担心这一点，但美国科技公司会担心，说服欧洲、日本、韩国完全放弃中国芯片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阿斯麦首席执行官温尼克警告美国，中国人买不到什么，他们都会自己制造什么。温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说，西方政府的限制性政策正在迫使中国变得高度创新。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在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表示，中国制造的芯片服务器和个人电脑与外国开发的芯片服务器和个人电脑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
但如果我们不使用本土产品，这一差距永远不会缩小。他呼吁更多的采用本土开发的芯片、服务器和个人电脑，将有助于中国实现高科技进步。